你有遇过想跑却不能跑的情境吗？很多病房的护理师不一定是花莲人，遇到地震比花莲人还害怕。花莲有2个名产，不是花莲薯和麻糬，当然也不是剥皮辣椒和奶油酥条，而是社工师安德鲁。从4月到现在6月，有2个多月没有上新片。自从4月第一个强震以来，花莲国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地震。对于花莲长大的小孩而言，都知道花莲有2个名产，不是花莲薯和麻糬，当然也不是剥皮辣椒和奶油酥条，而是季节限定的台风和神出鬼没的地震。早年只要有这2个名产的出现，就很容易造成花莲交通上面的一个阻碍。铁路或者公路断了，花莲国就独立了，请给花莲一个安全回家的道路。今天要花一点时间谈一谈这2个月的花莲。地震的第一天上午，正好打完卡没有多久，听到地鸣就天摇地动，在医院第一时间就是调度人力下去急诊待命，去病房协助看看有没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很多病房的护理师不一定是花莲人，遇到地震比花莲人还害怕。你有遇过想跑却不能跑的情境吗？地震就是一种。安太太当初来花莲，遇到地震心里很害怕想跑，但是看一看其他的同事一点都没有感觉有地震。安太太可是在921大地震时里逃生过来的，当时安太太服务在埔里的某一家医院，医院还倒了一栋大楼。多年之后回埔里，安太太告诉我，当时在这个附近的草地上放满了过世的人，因为在南投因为地震而罹难死亡的人数，在921埔里镇内共有181人之多。地震带来的创伤可能会引发容易受到惊吓、焦虑、忧虑、噩梦连连，影响生活情绪。如果有这些情绪问题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可能会演变成创伤压力的症候群 PTSD。 在这些创伤可能会在体内隐藏数年到数十年之久。如果身旁有这样的朋友，请及早就医。虽然当天政府很快就宣布了停班停课，医院很多单位立马就变成课后安亲班，在医院就是这样。医院高层宣布停班，大家都下班回家吗？那病人谁来顾？只有行政部门的人员可以下班，像安社工只能打电话问女儿，还好吗？请她留在学校等安社工或安太太有休息有空档的时候才能去接女儿回家。父母都在医院工作的孩子真的要很坚强，因为爸妈照顾病人比照顾家人还优先。最后安太太中午休息的时候去学校接女儿，因为学校有倒房子，附近也有房子有问题，所以进行交通管制，绕了很久，最后还是要女儿自己走出管制区，才顺利接到女儿。有些国外的朋友写信来问花莲国还好吗？我只能说，这次在花莲市区死亡的人数
应该只有我的母校花莲高农的老师不幸罹难，其他都是在风景区。花莲很危险吗？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花莲地震很多，建筑物的安全系数很高，这也是花莲地震没有房子全倒而是半倒的原因。我有同事住在高楼层，地震之后不太敢回家，就住在其他同事家。同事的爸爸说，你住那么高怕什么？有事就等别人来救你就好，像我们住平房的，倒了就压在下面。虽然是如此，怕的人还是很害怕，需要时间调试。这2个多月，花莲就像空城，路上行人变少，有很多同事接到家人的电话，要求不要在花莲工作了。确实有些人逃离了花莲国，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情。其实安社工的家也有一些小小的灾情，像我的摄影灯就倒了，音响也倒了一个，还有一条很粗的音响线断掉了。就这样子等待地震有一天会过去，但是以为过去了，又摇了一个5级，是比较好一点，至少不是6级。就这样子一路摇到今天，今天也摇了一个2级的地震。地震减少才开始拍片，久违了各位朋友，我是安德鲁社工师，我们下一次见。